在京都赏樱的景点当中，有2条比较著名的水上赏樱路线，一条是在福建地区的福建石碇洲，另外一条则是从簇上到滋贺县大津的琵琶湖输水船。福建石碇洲的上船地点呢，就在京阪地铁中枢岛站的附近。它是一个沿着人工开凿的运河坐船游览樱花的路线。它的门票呢相当的热门，网络提前预约的门票呢，通常是1个月之前就开放，但是一开放的10分钟之内就会被全部秒杀。所以我们当天是一大早就冲到现场去排队才买到票的。因为我们选择的是下午出发的航班，所以早上呢还有时间可以在运河两旁的步道旁边逛逛。当天的天气呢算是晴时多云偶阵雨，把握住难得露出来的阳光呢，赶快拍一些照片。岸边的柳树配樱花，相当的漂亮。然后站在桥上呢，也可以预习一下等一下坐船的情形。运河之上的樱花隧道，配上洒落的阳光，让我真的相当期待。好，终于要上船啦！一艘船呢可以载20个人，然后呢，我们正好抢到了船头的第1名和第2名的位置。坐在船上看到樱花隧道，虽然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没有看见蓝天，但是也实在是相当的漂亮。石碇洲运行的路线呢，是从靠近长见寺的上船处出发，沿着人工运河一路开到大概10分钟路程远的福建港。中间呢，大概会在福建港停留20分钟左右，然后再坐回程的船回去。在运河的两边呢，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观光客向我们挥手，然后同时又投以那种羡慕又嫉妒的眼光。后来我们还发现了，我们当时坐船的样子呢，竟然出现在了一个不知名网友的 short 里面。正所谓照人者人恒照之啊。第2条水上赏樱的路线呢，则是从京都的簇上坐船，沿着琵琶湖输水，也就是琵琶湖运河，一路开到滋贺县琵琶湖畔的大津港。琵琶湖输水呢，是一条在明治年间开凿的运河，主要的目的呢，就是将琵琶湖的湖水引流到京都。所以京都人的日常生活用水其实都是来自于琵琶湖。
因为这条运河呢必须要穿山越岭，所以琵琶湖输水呢一共有4个长短不一的隧道。这一点呢就是跟福建石碇州最不一样的地方。从隧道出来重见光明之后，配上两岸的樱花，也是相当的漂亮。跟福建石碇州一样，在琵琶湖输水的两岸呢，会有不少的民众看着我们坐船，然后对船上挥手。船上的导游呢，也会很亲切的跟两岸的民众打招呼。这里的口型呢是在说好冷啊，超级冷。这一段呢则是从玻璃屋顶呢录到了头顶上的樱花。不要看我们笑得还这么开心，其实真的冷到快受不了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到了琵琶湖输水和琵琶湖相连接的港口。这里和芝加哥河跟密西根湖相连接的港口一样，因为水位之间有高低差，所以闸门必须慢慢的开启，平衡水位之后，船才能通行。船开到了琵琶湖上，因为是开阔的湖面，所以感觉又更冷了。幸好呢，这里就是我们上岸的地方。好，刚刚坐完琵琶湖输水船，冷得要死。之后竟然比京都大概，我觉得这样冷个5度左右吧。这个芝加哥的概念。对，然后风又很大，我又坐船头，我靠，我头快痛死。当天坐电车回到京都之后呢，因为坐船的时候实在太冷了，然后吹风又有一点头痛，所以我们就冲到京都车站旁边伊势丹百货10楼的拉面小路，点了2碗大的拉面，还有1份煎饺呢，来驱寒。好，那今天的这一集呢，就是介绍京都2个水上赏樱的行程，2个呢其实都相当的推荐哦。